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磁保持继电器。磁保持继电器呢，与普通的继电器呢有区别。磁保持继电器呢，它比较节省能源，而且呢，相对于普通的继电器也比较耐用。它的外形呢，一般有这种，还有下边这种，当然还有其他形状的。下边的这个呢，是一个普通的继电器。普通的继电器我们都知道，它是由弦铁、线圈、触点还有铁芯组成，这就是铁芯。这边呢是弹簧。当我们给它通上电以后，由于线圈得电，在这儿产生磁场，然后呢把旋铁给吸引过来，所以这个触点呢就打到下边，就长开点闭合，长闭点就断开了。当我们给线圈断电以后，那么它的长开点就断开，长闭点就闭合了。但是呢，它需要长时间的通电才能够使长开点长期的闭合，所以说呢，它是比较耗电的。那么我们这个磁保持继电器呢，它只需要一个脉冲给它供电，就能够使它切换，并且保持到我们所需要的状态。当我们需要它复位的时候，我们再给它提供一个脉冲，它就回到另一个状态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。首先呢，我们看这个属于初始状态。这个动触点的骨架呢，它是一个永磁铁，它上面呢是 S 极，下边是 N 极。我们这个线圈呢，它是绕在这个铁芯上的。当我们给它一端供正电，一端供负电的时候，那么很显然在这个铁芯上会产生磁场。那么我们看，当这端供正电，这端供负电的时候，这端是 S 极，这端是 N 极。由于它上端是 S 极，下端是 N 极，所以呢会相互排斥。那么它呢就会向这端移动，然后呢这个 N 极呢就会向这端移动，那么变成这个状态。那么很显然它就会变成这样。当我们给它断电以后，由于铁芯是铁的，那么这个磁铁呢就会吸引在铁芯上，就不变它的状态了，就变成了一个置位的状态。当我们需要它回到原始的状态呢，只要我们给这个线圈供相反的电压，这端供正电，这端供负电，那么由于这端产生 S 极，这端产生 N 极，那么我们这个骨架呢正好也是相互排斥，那么它就会变成这个状态，完成了复位的状态。如果想驱动磁保持继电器，那么也很简单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电路。我们看这个线圈呢，就是磁保持继电器的线圈。当我们给这个位置供上一个正五伏的时候，当然是几秒钟，甚至是1秒之内。那么我们这个位置，由于它是高电位，这个三极管是截止状态，这个三极管呢是导通状态。由于它的导通，使上面这个三极管积极为低电位，这个三极管导通，这端是正电。那么这一端呢，由于这个三极管的导通使它的积极为正电，所以它也导通。磁保持继电器的线圈就得到了一个方向的电流。磁保持继电器完成一个置位状态。当我们给这端供一个负电，大约也是几秒钟到1秒钟左右。那么这端呢，很显然这个 PNP 型的三极管会导通，这个 NPN 型的三极管呢会截止。由于它的导通，这个三极管的积极为低电位，那么很显然电流方向是这个三极管的发射极，极电极。那么这端呢就是线圈的正电。由于这个三极管的导通，这端呢这个三极管积极也是正电，所以呢它也导通。那么很显然电流方向呢就是它的发射极，极电极，这个线圈的这端，然后这个三极管的极电极，发射极入地。线圈的供电方向是相反的，那么很显然就完成了一个复位的状态。如果我们需要磁保持继电器改变它的状态，我们只需要给这个三极管的积极供一个高电平的脉冲，或者是低电平的脉冲，就能够使它改变它的状态。而且呢，这个脉冲呢只需要供很短的时间，我们整个电路呢就不通电了。所以说磁保持继电器是非常节能的。由于线圈的供电时间短，所以它的寿命呢也会相应的延长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